绝宗的清明镜，你是哪儿来的？没用的，韩师弟。
还挺大。去，拖住他！ 血色褪去，看来他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这最近棋牌的杂速还挺嚣张的。这个月啊，我们都折了20几个币。都给我把招子放亮点儿，别中了他们的埋伏。怎么可能？这大白天的。 没有霹雳雷神引领东会交彻，武器腾腾，惊风速现，复古神。你知道我要真那要写，请依然学，谁能看出分别？不让世道标注我的样貌，大显身手，打破谁的技巧，会剪断离愁，执念不可动摇。这一路荆棘，漫山开遍。魔道怎么回事？最近拍下来的，怎么尽是些小角色？ 自燕家堡事变以来，这场仗已经打了1年。战斗也从一开始的大规模攻防，逐渐转入了相持阶段。自从七派整体转为守势，许多原本位于前线后方的地界，也暴露在魔道的猛烈攻势下。 相比起魔道大军的源源不断，七派联军的人数就少了很多，而且多是筑基、炼器级修士。双方结丹修士似乎默契的没有直接出手，而弟子之间的互相袭击、斗法，乃至是暗杀，却是层出不穷。 几位师兄师姐都参加了年初的大战，能全身而退，已属不易。对我来说，倒是个巩固修为、磨练技艺的好机会，还得了不少灵师法器。只是这样打下去，会有任何结果吗？
你看我有什么用？暴殄天物，瞎子点灯，白费了。好白的雪，哟，这不是升仙令吗？升仙令！我叫韩立。喊你来有升仙令响亮啊！不如改个雅称，就叫升仙令。你们两个少说两句吧。洪福世祖，选一片你们喜欢的叶子吧。一会儿你们上去试试。黄风谷之大，凭你们的脚力，怕是10天也走不完。不会飞的人，在黄风谷根本无法立足。你们中的大多数人，恐怕只在梦里飞过。胆子小的，怕是连这样的梦都不敢做。这样的人，根本飞不起来。所谓修行，首先要打破内心的限制。鲲鹏能飞，人也可以飞，成天地之正，与6气之变，便可平虚御风。师祖，是只要相信自己可以飞，就真能飞？那我们修行之人岂不成了痴心妄想之徒？能不能是一码事，行不行又是另一码事。别人行，不代表你也行；别人不行，更不代表你也不行。宠辱不惊，随心而动，这便是修行者所追求的境界。好了，道理都跟你们讲完了。飞过前面那座山，你们便算正式留在黄风谷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洪福师祖，您刚说飞过山就行，没说非要用这叶子吧？随你们，我在山那边等你们。谁还用这破叶子？走，走，接，走。宋城拔河了！
受天地之咒。遇六界之别。我来了。心中有鲲鹏，就一定能飞起来。这也太慢了吧！这哪是鲲鹏啊，这分明就是昆虫啊！怎么样？你什么时候会这种法术的？哎呀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哼，小意思。你可千万别让轩儿看见你用这招啊！他要是看见这些花花草草的，更没心思修炼了。哦，对，等一下。哎，好了，不用了啊，以后这招不用。哎呀，哎，师姐，你说这一届小屁孩的资质怎么这么差呀？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了。那也不能这么说。哎，那个圣仙令呢？这么好的机遇，不会无半点过人之处吧？确实可惜了那颗煮鸡蛋了。不过他也不能说全无优点吧？可能是知道自己平庸，所以态度啊、韧性啊，都还是不错的。哎呦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！照他这个资质，我怕是他到老死都用不上那颗煮鸡蛋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风凭借力啊，是燕雀还是鸿鹄？风一掀呢？两位。收敛就不怕，让三界浩瀚，沦为泥潭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便正式成为黄风谷的弟子。作为掌门，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潜心修行，不可惹是生非。你们在这儿的目的，就是修行，而修行的第一关隘就是筑基。等到筑基之后，不用了，多谢。便可以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，不食五谷，不纳污浊。所以，
即便你们还在练气期，也理应开始辟谷。要不你等会儿再吃吧。坏事，咱们说咱们的，55的嘛。你若舍不得山珍海味，老夫还可以酌情饶你。可你连一块饼都舍不下，还怎么修行？谁说修仙就不能吃饭了？我家人都跟我说了，有个结丹区的师祖就特别爱吃，不管瓢盆都随身带着呢。吃口饼怎么了？不总比饿死强吗？好的不行。这个结丹期师祖怎么缠的？就是，别听他瞎说，胡说八道。真有这么馋的结丹期修士吗？升仙令是祖上定下的规矩，不得更改。你精进修炼，凭你的一灵根，说不定谷内会再赐予你一颗筑基丹的。再次？这次，这300灵石，作为对你的补偿。掌门，我是天舞台比武第一，按门内规矩，就该给我一枚筑基丹。谁让你碰上升仙令的？这颗筑基丹必须优先给他，这是门内的铁律，不得更改。掌门，弟子不服。行了，你就认倒霉吧。掌门的话你还没听明白吗？筑基丹是要先给升仙令的。你跟陈家那丫头不是已经定亲了吗？陈家可是有大把的筑基丹啊，怎么拉不下脸来要？要怪就怪那个升仙令吧。看好，这是啥？都看明白了吗？大家还想学些什么功法？师叔，从那边第一个开始。我们约好轨迹，朝那位置走去，可惜再相遇。我想学练气术。一个伪灵根，还学什么敛气术？敛什么气啊？敛气术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灵气将自己和外界隔绝。练得好，可以将自己的行为和气息遮住，不被外人发现。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好了，来，你试一下。没得住，演哪儿了？这个叶师叔，明明他的眼神都在木雕上，我却有种被窥视的感觉。莫非人真的是能一心二用？进来吧。见过叶师叔。来接任务啊！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？
驯服灵兽50灵石。这么多啊！不过驯服灵兽会有危险吧？富贵险中求啊！你要是不敢呢，还有这个，移走一座山，100灵石。有没有简单一点的？那么多灵石我也用不了。如果这2个你都看不上，那你就只能下个月再来喽。叶师叔，百药园这个任务还有吗？我能不能选这个？你可知道百药园是什么地方？啊，我之前飞行的时候往下面看过一次。如果只是管采药的任务，那我还是可以胜任的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百药园的灵草可比黄风谷的弟子要金贵，万一要是养死了1、2颗，要赔的灵石可不是几百几千能打住的。不相信我？弟子不才，还想试一试。哼，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哦！拿灵石吧。啊？我来接任务，怎么还要给你灵石啊？按报酬分1成的介绍费呀，这是规矩。那其他任务呢？再说了，为了避免你毁坏灵草和赖账，接这个任务你还得押1000灵石作为保证金呢。没钱寸步难行啊！你一点灵石都没有，怎么在黄风谷立足啊？百药园。唉，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叶师叔是愿意帮我一把？简单。你不是有筑基丹吗？卖给我，你不单可以拥有一大笔灵石，我这儿还有更好的任务，随便你挑。叶师叔，这筑基丹你应该用不上吧？是帮谁要的？你问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你一个伪灵根，一生都与筑基无缘，我愿意用灵石来买，你应该谢谢我。正是这样，只要有1/1000的机会，晚辈就不想错过。200灵石，我再给你加50，你可别得寸进尺啊！这可是250灵石，以你的实力，根本护不住这颗筑基丹，你又何必死攥着不撒手呢？万一要是误了性命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师叔，这是在威胁我。看来今天不拿出这个筑基丹，是出不去这个门了。你确定要这个百药园的任务吗？是，我要。凭此令，找你的马师伯去吧。也许，正如叶师叔所说，凭现在的我，是保不住这枚筑基丹的。好在，得到了这百药园的任务。
接下来可以潜心培植灵草，炼制丹药，提升修为。至于筑基丹嘛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是领了任务，前来看顾药园的弟子韩立，请问马师伯在吗？别在那里大吵大闹啊！不要吓到我的花草啊！是马师伯吗？如果我不是，谁是啊？师伯好，弟子名叫韩立。这里虽然是百药园，但这里面呢有过千万的药材。你想留下？那，你今天呢就数清楚这里有多少株。数错了的话，哈哈哈哈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除草药。你数清楚，就知道死了多少株。到那时呢，要你赔了。你就无话可说。是。1723、1724、1725、1726。这里各式药草一共7123株。1727、1728、1700。我每天都来这里画画，这里的每一株药草我都记得，绝对不会错。1739。你是新来的弟子吧？啊。1700。不好，他好像在用什么法术，功力应该在我身上。快走！等等，姑娘何事啊？你干嘛？别动，我就看看你。看起来平平无奇，灵力资质也一般，不过眼睛不错，很干净。姑娘，请自重。你不喜欢被人看？我只是不喜欢被人盯着，你这样看着我，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啊，你是不是看到我很紧张？你放心，这药园里啊，除了这些花花草草，平时很少有人来的，你不用紧张。哎，别动！西虫榜排行第91位的地鳌甲。哎，你看它长长的脚，黑白相间，直指向天，多威武！再看它身上细细的绒毛，在阳光下发着绿莹莹的光，多漂亮，像大将军似的。什么西虫榜啊？这虫子也分排名。哎，是啊，修仙者都有排名，为何这些虫子花草不能有？你可别小瞧这百药园，这里面可是卧虎藏龙呢。是啊，这个修仙圣地，果然是千奇百怪。数到哪儿了？哎呀，全忘了。你别看我了，行吗？
1、2。可是人不就是生来要给人看的吗？你看这些爬虫啊、花草啊，他们就不在意我们，所以他们很开心。你又何必在意别人的目光？怎么这药园里都是一些怪人呢？真希望谁也别注意我。不过，他看上去好像对这里很熟悉，要不趁机打听打听。受教了，在下韩立，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升仙令啊！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。我是董轩儿，那以后我们就算认识了。敢问姑娘也是在这园中当值吗？她可是董轩儿啊，没人能够喜欢她的。马师伯，马师伯，好，既然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，我就不用多费口舌介绍这么多啊。那这是韩立，董轩儿呢是和别人不一样的，他是谷中结丹修士亲传弟子，所以呢，眼中万物与你所见不同，你就不要和他浪费时间了。弟子明白。喂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呀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确实不错。看这品相，再养个10几年，就可以突破凡品，进阶2级了。还是你喜欢。天地有造化，万物生世间，既然存在，就应该学会相互欣赏，不是吗？韩立。哦。所见极美好，也许这也是一种修行吧。啊，这个百药园真好啊，我喜欢。今天怎么样啊？好像不是很开心哦。哎，开心点。马师伯，今天找到多少株啊？要是只算表面，是7123株；要是算上在地下生长的玉龙根，总数是7177株。不对哦，我数了2遍的，肯定没错。7182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还有5株在我手里。哎，算你过关，拿着。勉强算你合格了。谢马师伯。那我可以留下来了吗？马师伯，我之前种过药草的，请马师伯放心。你在这里等下。别瞎看。韩磊，过来呀！以前曾经跟你讲过，如果药草种死了，你是要赔的。那你是不是准备了一个赔偿计划？弟子一定尽力。那好，有什么事就记下来。好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闭关了。你可暂居此处啊，方便打理药园。我1季之后呢，回来找你。到时丰收了，应该给你的零食是不会少的，好不好？马师伯尽管放心。那还有啊，千万不要打扰我啊！
萧亚阁主，开启聚火阵，热鼎吧。接下来，将3品铸体丹、凝体丹还有爆体丹的材料，分别加入这3个丹炉之中。把所有材料都加进去，这么多丹药在炉中反应，很可能会炸炉。陈少，你确定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罢了，陈少非要乱来，也只能听他的了。这。居然截然不同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是什么空火术啊？这……萧亚阁主，炼丹的时候可不能愣神，还不抓紧控制阵法。好，又炸炉了！陈少，是我失误了。谁让你停下的？还不赶紧控制药材反应？可是已经失败了。谁说失败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平稳了？难道我眼睛花了吗？哎，陈少，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炼丹手法？我居然无法看清。这很简单，待会儿教你。先专心炼药。很简单。药性暴走，是因为药材在融合过程中失去平衡而产生的过激反应。炼药师在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注入自己的灵力，逆转融合，而是应该顺势引导，根据药材本身的特性，让其回归到融合过程当中来。至于先前的温度控制更简单，任何一个炼制阵法都有108道基础阵纹构成，其中36道主阵纹，72道辅助阵纹，这些基础阵法彼此融合，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炼制大阵。通过操控72道辅助阵纹，可以对阵法任何一个部位的火焰温度、大小、火候进行调整。你们对炼火阵纹的操控太过粗糙，而且你们对炼丹原理根本就没有掌握，在炼丹领域连入门都算不上。真正的炼药师必须依靠对药材的理解，将灵力微妙融入到炼制过程中，而非强行干涉。炼制过程中每一丝灵力都必须用在刀刃上。这和我以前的炼制截然不同。陈少的炼制堪称大师级别。赢！
竟然真的成功了！3路不同的3品丹药，竟然可以同时炼制成功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这炼制出来这些货色，纯度这么低，你没好意思庆祝？这20多枚丹药，饱满圆润，香气清新柔和，且有丹纹浮现，个个都是上等啊！是啊，陈少，这都是上等丹药啊！只是上等而已。这种品相换做以前，都要被丢掉的。现在只能提纯一下了。丹药已经成型，还能再提纯？这手法是？这丹纹药性融合度，起码提升到了90%。虽然比特等镇元丹差了一些，不过已经比刚才强多了。丹药既已炼制成功，还请萧雅阁主帮我准备一间修炼室吧。陈少不如就去我的修炼室吧。陈少，请。陈少，这里便是我的私人修炼室，你只管放心使用。开始吧。太热了，这秦晨到底什么时候到啊？就算不来应战，也得出来表个态吧。是啊，这秦晨肯定会来的。秦奋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还是赶紧回家歇着吧。李清风，以你的实力跟我大哥比，还是差远了。哼！只要秦晨还是个男人，就不可能对我的挑衅置之不理。一旦他过来，届时只需挑衅几句，冲动之下必然上台同我决斗。到那个时候，要想看好戏就等着吧。落山了，这不是浪费别人时间吗？回去歇着一会儿，过会儿再来看。我等不下去了。可不是嘛，肯定不敢来。这么大侠练拳，这太值了。不能开。受不了了，不如大家一起跟我去秦晨住所，把这个缩头乌龟揪出来，跟我走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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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开始，开始，走吧，走，走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干嘛呀？何人擅闯此地？我们是来找秦晨的，让秦晨滚出来！
我乃魏齐侯之子，魏震是也。此次前来，是来找秦晨的，还请左统领让秦晨出来一见。我管你们是谁，此地乃是私宅，给我退后！左立，你什么意思？胆敢跨过这条线的，老子不管他是谁，统统拿下！你敢？一个小小的西城城卫军副统领而已，无法无天了还？慢着，我乃是秦家二公子秦奋，不知道左立统领能否给在下一个面子？老子管你是谁家的公子，跨过此线者，杀无赦！又杀我！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动手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胆敢冒犯城卫军，给我拿下！是。左统领，放过他们俩如何呀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设计陈少，天王老子的面子也不给！天启，天启了！左立不是当年身怀暗疾，无法突破了吗？这怎么？30多岁的天级武者，李清风，左立真突破天级了？不信，你再上去试试啊！依我看，左立不仅突破了天级，距离天级中期，怕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不知死活！左统领，我等无意冒犯，请息怒，请息怒！滚！我只说一遍，限你们5个呼吸之内全部给我滚出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为什么总是我？肯定不敢啦。该来了。好等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从早上等到下午，谁知道秦晨根本就没出现啊！你还嫌在秦真家丢人丢的不够啊？还往这跑？也不知道那个秦晨到底做了什么，居然连天级武者都对他忠心耿耿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招惹秦晨，不然我打断你的腿！我去的时候不是大哥冲在最前面吗？再胡说八道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回家。走。娘子们
还没休息啊？晨儿，你突破了。孩儿修为内敛，娘怎么看出来孩儿突破的？知子莫若母，你身上的变化怎么能瞒得过娘亲呢？你刚刚跟人打完架回来吧？以后不管实力如何，还是不要惹是生非了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心里有数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孩儿只求自保而已。既然你心里有数，那娘就不多说什么了。早点休息吧。娘，二弟，大哥，你怎么又成这样了？还不是因为那秦晨吗？大哥，娘，我真是太惨了。好了，你们要替我报仇啊！二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秦晨那小子好过的。这些日子你就安心养伤，啊。凤儿，你放心，娘在你舅舅那儿求了一瓶可以疗伤的丹药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好起来的。不，来吧，不用了，娘，赶紧吃一颗。我还是在家好好休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秦晨那小子今天被骂成那样都没出现，哼，还真是个孬种。母亲，没想到秦晨这么能忍。大哥，要不然你明天继续挑战他，我就不信他有脸不……哎呀，他压根儿就不想接受挑战。无论我们如何挑衅，他都是不会出来的。那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二弟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既然他执意要去血雾圣地，妖祖山脉危险重重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比如丧命于妖兽之口。大哥，你是说？好，那我就等着大哥的好消息。凤儿，那凤儿的仇就交给你这个当哥哥的了。就是前往血雾圣地的日子了。我乃大玄国禁卫军副统领刚烈，奉灵武王大人之命，来接秦晨前去皇宫。晨儿，一路平安。娘，孩儿答应你，一定平安归来。左立统领，陈少，今后我不在的时候，这里就全都交给你负责了。陈少放心，有我左立在，断然不会让齐小姐少半根毫毛的。多谢左统领了。能为陈少办事，是我左立的荣幸。我左立能有今天，全凭陈少。
断然不会让陈少失望的。哪儿来的程卫军？身为程卫军，他的一切都是陛下给的。对这个小子如此恭敬，简直有负皇恩，可笑至极。走吧，别误了时辰。娘，我先走了。陈少，我所立在此，恭候您的归来。这是天级高手，程卫军中的副统领何时有这等实力了？刚烈统领，不出发吗？急什么急？哟，这不是刚烈副统领吗？吴涛副统领，听说你被安排去了西厂接一个平民。哼，我这马车上坐的可是康王府赵灵山郡主，还不赶快让开！冲撞了郡主，担当得起吗？这马车不错啊。嗯，大胆狂徒，敢冲撞灵山郡主大驾！我认识灵山郡主。哼，你认识郡主，郡主可不认识你。速速后退，否则休怪我等不客气了。住手！灵山郡主，郡主，此人冲撞了你的马车，我等正要将其拿下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你们退下吧。灵山郡主的马车这么大，一个人坐未免有些孤单吧？不如让前尘陪陪你，这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出发！灵山郡主，属下替你将此人赶出来。吴涛统领，还是赶路吧。啊，这……哎呀，舒服。你，灵山郡主在自己的马车里，何必如此拘谨？来，坐。这可是我的床榻。那怎么了？这床榻这么大，完全够2个人睡。郡主何必这么小气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还怕了你不成？那郡主就请自便。秦某是有点困了，就先睡了。到了皇宫，记得叫我。这家伙！多日不见，四皇子殿下的修为愈发精进了。李世子，你此次大考获得了第2名，进入血雾圣地洗礼，未来可期啊！殿下谬赞了，我等在殿下这般皓月面前，只不过是萤火之光而已。
四哥，这人谁啊？好歹也是我大玄国选出来参加5国大比的选手，居然把自己比作是萤火，难道是说我大玄国挑选了一群酒囊饭袋吗？想必这位就是紫薰公主吧？六妹不得无礼，她是武安侯世子李清风，先前所言不过是自谦罢了，你又何必如此较真呢？哼，有些人啊就是虚伪，明明自视甚高，却还要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来。还有那个，一看就是个闷葫芦，真不知道父皇怎么想的，让他们去参加血雾圣地的洗礼。六妹，父皇的决定岂是你我可以妄议的？四皇子殿下，紫薰公主，此话有理啊。秦风，这些废物，平日里在王都自命不凡也就罢了，若是真去参加5国大比，恐怕他们以为我大玄国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货色。四皇子殿下，紫薰公主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秦兄好久不见啊！当年四哥和秦风的修为并驾齐驱，后来年末大考上，四哥和秦风大战数百回合，最终败在秦风手里，这已经成了四哥的心病。秦晨那小子呢？还没到吗？这些就是和那秦晨一起前往血雾圣地的天才。唉，我看不过尔。你不过是比我虚长几岁而已。原来是个贱民。再说一遍。看来是我离开王都太久了，连一个贱民都敢对我动手了。秦风，这里是皇宫。殿下和公主不必惊怒。秦某只是想试一试这些天星学院所谓的天才而已。唉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蝼蚁而已。来人呐，扶王启明下去休息。不必了，谢殿下。是林珊妹妹来了。你是谁？为何会出现在林珊妹妹的马车里？哎呀，这就到皇宫了，我还没睡够呢。秦晨，总算来了。是没睡够吗？这
这怎么回事？你个登徒子，竟敢对灵珊妹妹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来！紫薰姐姐，住手！他是秦晨，准备与我一起参加血雾圣地洗礼的。他就是秦晨？灵珊妹妹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我告诉你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紫薰姐姐，你真的误会了。秦晨与我是半路遇见的，因为劳累，所以才共乘一车。半路就上了你的马车，你没被怎么样吧？秦晨，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别躲在女人后面，你给我站出来！灵珊郡主，这个疯丫头是谁呀？紫薰姐姐是王国六公主。这个疯丫头还是个公主啊！疯丫头，这小子还真敢说。秦晨，竟然敢对紫薰公主出言不逊，还不赶快道歉！是你啊！这件事与你又有何干啊？诸位不必惊慌，这是楚卫臣楚院长所驯服的飞禽血兽。血兽？楚院长还是一名驯兽师呢。如此恐怖的血兽，至少是3阶级别。楚院长至少也是天级的驯兽师。诸位，这血爪青鹰乃是老夫驯服的血兽，大家可乘坐这血爪青鹰前往血雾圣地。好了，请跟我来吧。看来在这里对付秦晨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只能等到妖族山脉之后再说了。你们都坐稳了，这血爪青鹰会飞上云端，从上面掉下来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秦晨，我看你这次还能不能这么走运？秦晨，我坐你旁边吧，正好有些修炼上的问题，可以向你请教一下。哎呀，谢谢。秦晨，你休想打我灵珊妹妹的主意，我要坐在这儿好好监督你。唉，我这招谁惹谁了？我这是。楚院长，请。小青，起！你们都坐稳了。
希望这次大玄国选拔的天才们都能够为国争光啊！听说这些年其他西北4国也是天才辈出，这次的5国大比，不知道我大玄国成绩如何呀？如今天下人才辈出，谁都不敢说能独领风骚啊！我久居玄国，都要闭目塞听了。副院长，您博学广识，可是驰名诸国呀。您要是都闭目了，那这天下可不都成睁眼瞎了？西北5国无比偏僻，真气稀薄，资源匮乏。以你的天赋，若是在5域，恐怕早就突破宗级了。你却困在玄级这么多年，不能寸进。不要浪费上天对你的恩赐，该向这些年轻人学习学习，往前奋进了。陛下与我有恩，我又怎能离开？此事就莫要再提了。你呀你，这次5国大比，我大玄国的希望可都放在秦风和4皇子身上了。此子的确不凡，能够在血爪青鹰背上呼吸自如，纹丝不动。可见他对真气的掌控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一般人初次乘坐飞行血兽，难免会有些紧张和不自然。可是，在秦风身上，却完全看不到这种情绪。即便是4皇子，都或多或少有些紧张啊。都小心点，血爪青鹰速度很快，万一摔下去，我可未必来得及救。快看秦晨！秦晨太不像话了，如此不小心，万一摔下去怎么办？可是，他是如何做到初次乘坐飞行血兽，便能够如此气定神闲？原来如此，他将真气形成弧形护罩，当飓风吹向他时，护罩也随之变形。坦道将他压在了这鹰背上。竟然有这等方法！真气护罩一旦形成，狂暴的劲风非但不会将它吹走，反而会死死地压在血兽的后背上。风越大，这股力量也就越强。怎么回事？你们都坐稳了，千万别跑走！不好，危险！
血爪青鹰在挣扎之时，四周的气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。想要在这个时候稳住身形，真气护爪也得随之改变。这个过程极为困难，而且一旦失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子该不会是修炼了什么秘法，居然能够做到如此地步？怎么可能？他为何还没摔下去？刚才那种情况，我都差点掉下去了，他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刚才是谁伤到了小青？小青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，绝对是有人伤到了她，她才会这样。我劝你们还是主动说出来，不然一经查出，绝不轻饶。我刚才出手十分隐秘，应该没人发现。更何况，鲁莽无意伤害他。我的目标只有秦晨。我知道是谁。就是他。秦晨，你休要胡说八道！与其说他方才伤了血爪青鹰，倒不如说他最开始想伤的，其实是我。我没有，你们别听他瞎说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慌什么？就算你的动作再隐蔽，也有迹可循。更何况，我身边坐着灵山郡主，你到底有没有出手？他仔细想一想，便能知晓真相。如此说来，刚刚确实有一股真气突袭而来，所以你才出手封挡。没错。李清风，楚院长他们都说了，在鹰背上不要妄动。为何你还行如此危险之事？难不成你想置大家于死地吗？我没有，我够了！我不管你们私底下有多少恩怨，怎可为一己私欲，将所有人置于危险之中？李世子，听到了吗？秦晨。陈少，他刚才没有伤到你吧？以他的能力，根本就不可能伤得到我。倒是令诸位受惊了。错的又不是你，分明就是他小人行径！该死的贱民！说什么呢？好了，都给我安静一些。李清风，你身为武安侯世子，又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，纵然你天赋过人，在心性上的修炼也不能落下。小肚鸡肠，心胸狭隘之辈，注定走不长远。你可明白？谨遵李武王教诲。你好自为之。还有其他人，都要引以为戒。一会儿进了妖祖山脉，你们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大玄，休要在他国面前丢人现眼。
蠢货！妖祖山脉是西北大陆最雄伟的山脉，长近10万里，地域广阔，真气浓郁，宛如一条长龙，横卧在这西北5国之中。好壮观呐！包括我大玄国在内，每年都会有无数的武者进入此地冒险，有人于此获得惊人的财富，同样，每年也有无数的武者陨落于此。这里有人吗？没人，请便。连修炼都抱着刀，哼，真是个倒痴。没想到秦晨早有防备，就只能等到后面再找机会了。为了这次洗礼，我强行压制了自身境界，希望这血无圣地不要让我失望。有人在练刀，而且这刀声王启明。你这样练下去，就算再练10年，也未必能领悟真正的刀意。是。秦晨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还有，你也懂刀？略懂一二。
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之前击败宗强的是刀意雏形，而你想从这股刀意雏形中领悟真正的刀意。但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迟早会经脉尽废，误入歧途。胡说八道！原以为你有什么见解，现在看来不过如此。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最近修炼的时候，双手的少阳、少商两穴，是不是会时常酸麻？啊！而且最近夜里子时，还会隐隐作痛。你心中定是认为自己修炼拔刀术太过，手指疲惫而导致的疼痛，所以你开始大量服用止痛丹。但是就在最近，连止痛丹都没了效果，手指不光疼痛，而且发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我只知道，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的双手再也握不起你视如生命的战斗。危言耸听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摁下手臂上的后椎、天井两穴。后椎天井两穴属于少阳三焦经。王启明，你的隐疾已经蔓延到了你的手臂，如果再不治疗，你迟早会成为一个废人。既然你不信，多说无用。什么？何事？恳请陈少救救我！我不想成为一个废人，我要变强，我要成为西北五国第一刀客！王启明，既然我知道你的病因，就绝不会坐视不理。起来吧，你别动。太快了，如果是暗器的话，我已经没命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刚才被刺中的地方，竟然传来一股清凉之感，酸痛就消失了。手臂像是脱胎换骨，重获新生一般。
我出刀的速度提升了至少5成，而且手指的酸麻感也消失了。你原先闭塞受损的经脉都已经被我打通了。过2天，血雾圣地洗礼，你依靠血雾圣地之力，便能治愈你的暗疾。多谢陈少。以后陈少如果有需要我王启明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若我王启明皱下眉头，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我只是不想看到一个天才误入歧途罢了。还有，孤峰道法讲究的是一意孤行，如孤峰兀立，但是绝峰回头是伟岸，柳暗花明才是真。你空有绝峰之情，却无再生之意，这样又如何能领悟真正的道义？再生之意。孤峰刀法，你且看好了，能领悟多少，看你的造化。不畏绝路，即得光明。这才是真正的孤峰刀法。难道这世间并无绝路吗？是啊，我出身平民，从小吃尽苦头。明儿，快休息一下，来吃点东西。要。明儿，爹保护不了你。和你娘了，以后你要自己保护自己。爹，爹！哥哥，我要这把刀。好，哥哥给你抢。给我！
算了，这破刀有什么好稀罕的？哥回去给你买个10把8把的。走。但我从未想过放弃，最终考入了天星学院。整天提把破刀，一脸穷酸样，还以为自己多么厉害呢。在学院中，我受尽嘲笑，那我就用别人10倍的努力去修炼。最终获得了年末大考第4名，万众瞩目。这不正说明，只要心事诚，绝处可逢生。怎么了？李清风不对劲。你们小心点。大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身上有问题。李清风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。秘密？5国大比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提防此人。这个，你们拿好，到时候应该会用得上。还有，我再教你们俩一套心法口诀。如果李清风有什么诡异的行动，这套心法口诀可以完全克制他。哦。哎，陈少，看那边。听说全国的天才弟子到了，本公子倒是好奇，都是哪些歪瓜裂枣进入血雾圣地呀？何人在此大放厥词？在下大昭国曹恒，曹某没有别的意思。只是上届5国大比，你大玄国弟子一开始就被灭了不少，后面更是直接弃权认输了。今天我倒来看看，你们到底派了哪些人来啊？大玄国就这些歪瓜裂枣，要参加5国大比，都不够我们练手的。哼，我吴某一人就能打趴他们10个。你再说一次试试！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，你又能如何？若你能接我一招，我便收回刚才的话。哼，狗眼看人低！蛮王霸权！雕虫小技，这就是你们玄国的天才弟子，也太弱不禁风了吧！曹恒，你身为昭国皇子，却带人来我大玄驻地闹事，难道是想与我大玄宣战吗？什么？昭国的皇子？严怀将军，本皇子只是过来见识见识，
你们玄国的天才弟子，刚才这位是他自己想要挑战在下，结果连本皇子一招都接不住，可不是我们闹事啊！找死！眼睛将军，岳驰骋，云环，小辈之间切磋，你出手，太不像话了吧？岳驰骋，大招第一高手，人称屠神屠神怎么来了？不知道啊。岳驰骋，你身为昭国第一高手，我等一向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若执意挑衅，那严某也只能奉陪到底。哼，哎呀，玄国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人了，一群歪瓜裂枣，连一个顺眼的都没有。难怪啊，没人敢上来，还要严怀将军亲自出手啊！堂堂大昭的皇子就这番教养吗？难怪被称为蛮夷之地。四皇子殿下，紫君宫公主，灵山郡主。四皇子殿下，大玄四皇子赵维。大玄国竟然还派出了公主和郡主，以为五国大比是来郊游吗？难怪这玄国一年不如一年呐！你们看这两位的身材和容貌，俱是极品呢！啊！好啊，来得正好。阁下既是四皇子，不如你我切磋一番如何？本皇子也想看看你玄国的皇子实力如何呀？正有此意。四皇子殿下，无需理会那厮。殿下身份尊贵，岂能和这家伙一般见识？让我出战吧！对，我来出战，会会这大昭国所谓的天才们。四哥，殿下，大家不必多说。昭人都已经叫上门来了，我贵为皇子，岂能让对方小看？好，四皇子果然豪迈，明知送死还敢上来，曹某佩服。林中长老，想不到这大玄国四皇子这么容易就被击上台了。这就是曹恒想要试探的大玄天才。不过如此。哼，那些所谓的玄国天才，以老朽看来，不过都是些土鸡瓦狗罢了，怎能和少宗主相提并论呢？林中长老所言极是。若我没有看错，那几个10几岁的少年，也是玄国这次选出来的天才吧？看来，堂堂玄国已经无人可用了。哼，可悲呀！阁下，可别让我失望才好啊！哼，魔焰天地！好强！居然能挡下本皇子一招！魔焰血脉！不好！殿下小心！有趣，有趣。
实力都不分上下呀！对啊，大玄四皇子杀了此人，赵高那老匹夫一定会很心痛吧？四皇子小心！尉迟诚，你找死！别冲动，只可惜居然没得手。四皇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灵武王。尉迟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怎么，肖战，你想和我交手？本座奉陪。看来萧大人今天是不敢出手了。既然如此，今日切磋到此结束吧。全国天才也不过如此。待五国大比，再给你们好看。走。灵武王大人，为何不拿下他们？别鲁莽，他们还有别人。想挑战就光明正大，鬼鬼祟祟，小人作为。这嚣张还真是嚣张，真的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了吗？少宗主，你切不可大意。须得谨慎行事。那萧战乃玄国第一高手，他的修为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你若贸然行事，必然会吃亏的。莫非林长老你也不是他的对手？在我鬼仙派，除了宗主之外，无人能与之抗衡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五国大比，再分高下。是鬼仙派的人。鬼仙派，这可是五国之中最顶级的宗门，一向不参与五国任何纠纷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鬼仙派和大招联手了？此次五国大比，你们不但要小心昭国，更要小心鬼仙派。是。这鬼仙派是西北顶级宗门之一，若与大招联手起来，我大玄怕是处境不妙啊。你们8人，跟我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还有那个。这几个人就是大玄人选。众所周知，年龄越大，修为越高，
能在血雾圣地得到的好处就越多。这几个小鬼不过是地级初期，即便能进入血雾圣地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全国国君简直老糊涂了！放肆！肖战，我大昭皇子又岂能是你任意拿捏的？肖战，对一个晚辈如此大呼小叫，这恐怕不符合你大玄第一高手的身份吧？林中，这是我大玄与昭国之间的事，与你何干？老夫只是打抱不平而已。哼！哼！看来这玄国在5国之中树敌不少啊。大家若是在血雾圣地中碰到昭国与鬼仙派之人，务必要小心。是。这昭国竟与鬼仙派联合到了一起，情况怕是要危险了。初赛阶段，若是遇见大玄弟子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老夫额外有赏。是，大人。有鬼仙派助你，大玄弟子若还敢比赛，必定难逃一死。西北5国之中，大幽谷力最强，其次是玄昭2国，剩下的5国和荒国则弱了一些。除此之外，宗门领袖凌天宗和鬼仙派，上届大比也曾获得前10名。凌天宗的人来了，有千雪来了。凌天宗宗主之女幽千雪，就是那个凌天宗100年不遇的天才。看来此人天赋应该不在秦风之下。诸位都到齐了，我们准备开始吧。血雾圣地就在入口处，男的在左，女的在右。若是有人承受不住，就赶紧出来。这男女为何还要分开？血雾会腐蚀衣物，因此这男女分成2片区域。会腐蚀衣物？难道那个血雾是武域传说中的那个东西？林珊妹妹，不必担心，这是顶级蚕丝缝制的衣物，可以防止血雾圣地的腐蚀。我们1人1件，这东西你们男人就不需要了。大家切记，在血雾圣地中，若是坚持不住了，就立刻出来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是。4阶迷魂困阵。看来这西北5国应该有一个4阶巅峰的阵法师。